歡迎來到新聞頻道，明星們很高興您訂閱了該頻道。155票之差，肖戰出局內娛四帥，是審美變了還是數據遊戲？憑什麼肖戰沒進前4？這句話大概是2026年8月17日互聯網上最刺耳也最響亮的一聲質問。起因很簡單，豆瓣網友自發組織了一場只有5173人參與的內娛四帥民間投票，規則明確，純看臉，不涉及作品實際、人氣或商業價值，每人最多選4位。最終票選結果出爐，宋威龍以1917票 37.0% 居首，楊洋1705票 33.0% 緊隨其後。龔俊1615票 31.0% 位列第3，張凌赫1040票 20.0% 拿下第4，而肖戰以885票 17.0% 排在第5，距離第4名張凌赫僅差155票。155票是什麼概念？在動輒號稱1級流量的內娛生態裡，這個數字小到幾乎可以忽略不計，但正是這155票，把一場原本只是豆瓣小組圈地自萌的娛樂性投票，硬生生炸上了微博熱搜，引發了一場關於數據、審美、公平與粉絲忠誠度的全方位混戰。155票的真相，存量忠誠度與增量行動力的對決。先說肖戰這邊的數據。885票，5173人的總票池，佔比17%。從絕對數字看，這不算低。但問題出在預期上，作為常年霸佔各大商業價值榜單頭部的斷層頂流，肖戰粉絲的心理預期是保4爭3，甚至衝1也不是沒可能。當結果出來時，落差感像一盆冰水兜頭澆下。質疑聲接踵而至，投票時間窗口是否合理？平台有沒有限流？對手有沒有注水？粉絲群體迅速復盤了投票的全過程，從動員策略到反黑控評，每一個環節都被拿到放大鏡下審視。有人翻出投票期間的數據波動曲線，試圖證明存在異常；有人逐條分析第4名張凌赫的票數構成，尋找非自然增長的痕跡。再看張凌赫這邊，1040票，20%的得票率，憑什麼？答案或許藏在作品週期裡。2026年8月，張凌赫的多部熱劇剛收官或正在熱播，《竹獄》《寧安如夢》等劇集帶來的角色紅利，讓他在投票窗口期內擁有了極高的曝光度和路人好感度。粉絲基數雖不及肖戰龐大，但投票集中度極高，那些被劇集圈來的新粉正處在上頭期，行動力往往比久經沙場的老粉更猛。155票的差距，本質上是兩種粉絲動員力的交鋒，一方是存量粉絲的忠誠度維護，另一方是增量粉絲的上頭式集中輸出。存量粉絲要維護的是偶像就該是這個位置的體面，增量粉絲要證明的是我新粉上的這個人值得被看見。兩種心態，兩種打法撞在一起，擦出的火花比投票本身還亮。從豆瓣圈地自萌到微博熱搜出圈，一場平台的狂歡。這場投票的起點是豆瓣娛樂小組裡一個不起眼的帖子，規則由組內制定。討論偏主觀，參與人數滿打滿算也就5000出頭。按照豆瓣社區的生態邏輯，這種帖子本該在幾天後沉入信息流底部，無人問津。但事情在社交媒體的傳播鏈條上發生了質變。首先，娛樂博主截圖搬運到了微博，搬運過程中，天然帶有拉踩屬性的話術被放大。肖戰被擠出前4，張凌赫逆襲頂流這類標題，精準踩中了粉絲群體的情緒痛點。微博的算法推薦機制迅速捕捉到爭議熱度，話題被推上熱搜，廣場瞬間被控評、反黑、刷話題的粉絲大軍佔領。
然後是多平台共振。抖音上短視頻剪輯配上肖戰委屈的 BGM， 強化了意難平敘事。小紅書上審美討論帖鋪天蓋地，投票結果被解讀為流量顏值的證據。知乎上理性分析帖試圖從投票機制和數據真實性角度解釋這場風波。每個平台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消費這場爭議，而爭議本身就是流量。平台的底層邏輯從不複雜，有對立就有討論，有討論就有停留時長，有停留時長就有商業價值。粉絲們在為自家偶像討公道的時候，無意中成了平台流量機器的燃料。媒體的兩種面孔，娛樂號煽風點火，官媒居高臨下降溫。爭議出圈之後，媒體開始下場，但媒體的立場從來不是統一的。娛樂自媒體率先分成兩派，一派力挺肖戰，標題恨不得把暗箱操作4個字打在公屏上，用肖戰被偷走的前4這類煽動性話語收割粉絲情緒流量；另一派則壓住逆襲敘事，把張凌赫的草根崛起包裝成內娛的新希望，標題寫着內娛投票究竟誰說了算，看似在問，實則已經站好了隊。兩派自媒體的共同點是，都在用爭議換流量，區別之在於站哪一邊。而主流媒體和官媒的反應則冷靜得多，他們的分析視角不是誰對誰錯，而是為什麼會有這種爭議。有評論指出，這場投票折射出大眾審美與流量數據之間的脫節。一個明星的數據熱度和路人顏值認可度未必是同一回事。也有媒體從文化角度切入，認為粉絲的投票行為背後是一種強烈的身份認同與情感投射。投票不是選美，而是在為我的審美被認可而戰。更值得留意的是，官媒在發聲時保持了明顯的尺度感，不站隊，不點名，不煽情，但反覆強調理性追星，尊重規則。這種表態本身就是一種姿態，既承認爭議的存在，又不給任何一方遞刀子。爭議過後，留下了什麼？對明星而言，這場投票的影響是短期話題加長期標籤。宋威龍、楊洋、龔俊、張凌赫4位當選者，實實在在地收穫了一波顏值認證的免費曝光。尤其是張凌赫，從新晉小生到被投票認證的4帥。這個標籤雖然未必能直接撬動頭部資源，但在品牌方和片方的市場反饋調研中，至少多了一個加分項。肖戰這邊雖然落選，但885票的高票遺珠身份反而激發了粉絲的意難平情緒，討論聲量甚至超過了部分入選者。有觀察者指出，這種被低估的敘事有時比實至名歸更能鞏固粉絲的忠誠度。對粉絲文化而言，這場投票可能加速了內捲。未來類似的民間評選，恐怕會有更多粉絲提前制定投票攻略，從時間窗口到數據監控，全部流程化運作。當投票變成一場粉絲動員力的較量，它距離審美表達的初衷也就越來越遠了。對平台和品牌方來說，這場爭議提供了一個觀察樣本。當一個投票機制設計得不夠嚴謹時，它帶來的不是娛樂，而是戰爭。未來，品牌方在選擇代言人時，會不會更看重實際而非數據？平台在推流投票類內容時，會不會更謹慎地評估公平性與娛樂性的平衡？這些問題的答案，或許會在下一次類似事件中逐漸浮出水面。說到底，5173個人投出來的內娛4帥，既不能代表全網共識，也不能定義行業標準。它只是一場特定社區、特定時間、特定情緒下的趣味遊戲，只不過恰好踩中了當下內娛最敏感的幾根神經：數據的焦慮、審美的分裂、粉絲的忠誠度危機。肖戰該進前4嗎？張凌赫的逆襲是實至名歸還是運氣使然？這155票的差距，
到底意味着審美差異，還是數據遊戲？你心裡住着的那位四帥，又跟這份名單重合了多少？